有个呢就是其实它不属于 HVAC 里面的了，但是呢很多朋友都很关心，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讲一下，是关于我们家水的质量的。刚才都讲过了，这个设备呢就是软化水的设备了。那这个软化水的设备呢，它主要是可以除了对我们人洗澡啊、洗衣服啊、头发你不觉得干、不会觉得柴以外，还有一个就它可以很大的程度上保护你的那个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 hot water tank， 就是热水器里面那个镁棒，对，保护你的热水器。所以说有这个的，你可以2年半换一次。你要是没有的话呢，就建议你不要超过2年，你就要换那个镁棒。然后呢，还有这个呢，只是说给你软化水的进口的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那叫真正的进口的那个纯净水的设备呢，是这个，它叫做 RO Water Purifier。这个呢是你看，这上面有3个小罐子，然后上面还有个马达，然后下面还有个储水罐，它出水的都是这种小的细的这个管子。这里面出来的水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细菌也没有啦，什么矿物质也没有啦，什么重金属什么都重没有金属啊，什么都没有了。当然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有的人说，那矿物质也没有了，那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没办法两全。但是呢，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的考虑是你比如说，虽然说矿物质没有了，我们可以通过吃其他的东西来补充，但是你的细菌啊，你的重金属吃进去，你就没办法排出它来嘛。所以说，可能这个还是根据各自的情况。对，我刚买了海参，然后上面就写了要用纯净水来泡。我说我们家纯净水敞开了用吧，反正是不花钱了，因为你安了以后，它就自动的出来就是纯净水了。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看了一些报道说，这个它自己是自动清洗的，对吧？那个过滤网自动清洗，它那个废水很厉害吗？用水很高吗？还是说？有没有一个比例？我看有人说什么一升比4升，就是说你每用1升纯净水，大概需要4升的水来清洗这个设备，是真的？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说问一问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不是真的，就和这个刚才那个软化水一样，软化水呢也是要经常自己冲洗。我问一下，刚才那个纯净水系统，就是这个纯净水系统，你刚才洗是说洗上面还是洗下面那个泵？不是洗它自动的，它自动的你不是咱们人工去洗，他说是自己洗是吧？对，它就是当它过滤的效果不好的时候，它会自己反冲洗。还有它那个就是上面那个出水泵，最右边那个出水泵，它是经常的会不会漏气儿？漏气儿不会。我看我们家，因为它那个出水。过一段时间它就压力很小，我就打电话来，他们就拿个那个打气筒往里面打气，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漏气儿啊？你不是这个吧？你估计是另一种。就是下面那个呀。你是纯净水的吗？是纯净水啊，是跟这一模一样纯净水啊。然后他就拿一个像打气筒一样的，他说是漏气儿了。对，那你就换一个是。以后它那个压力就足了嘛。对，它有一种呢，它是里边有一种膜的，然后这种膜呢，然后它其实是咱说这个罐儿有一半儿它是里边是有带压力了已经。对。然后呢，你这个水呢，然后通过咱那个水泵，然后泵进去以后，然后泵的它的压力一样的时候，它就停了。你这个水它就不在这个通过泵往里泵了，然后完事儿以后呢，你要用的话，它里面下面这个因为上面这个水你用的压力低了嘛，下面这一个它就会往上顶，那你像下面这一块这个膜要是有问题了，你比方有小孔啊或什么的话那可能就不行了你光往上打都没有用你用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你就没有压力一样的就这么往下。你要是再用一段时间，可能他给你往里打气都没有用了。那我就让他给我换一个。对，你再换一个这个罐儿的他给我换过一个还是不行，是不是他那个质量？我们用到现在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同事一个老外同事，然后他家用了10来年了，然后他老是打了好几次电话2次了，现在用了半年，他现在那个出水的那个水龙头好像又不像以前那么冲了。原来一打开水它哗就流吧，一打开水它哗流一会儿它就接它。对，那肯定就是压力不够嘛。对，一看就知道。这个其实还是蛮好的。我以前没安的时候，我生老大就给他煮奶瓶消毒的时候，
那个奶瓶出来里里外外全是一层白，我就得再用纸给它擦，然后再用水涮，所以就很麻烦。然后包括你那个蒸碗消毒什么的也是这样。然后后来呢，安了这个之后就真的就一点问题没有了，2年了吧，差一点到2年，然后是7月份装的吧。然后你看现在的话，它就一点水垢都没有，那个热水壶里确实是蛮好的这个东西，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下面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其他业务啊，上面的都是我们公司业务。然后这个呢，可能是这个不属于 HVAC 里面，但是它是我们公司业务之一。就是大家可能会买很多的那个有商铺啊什么的，李贾纳它政府是有规定的，凡是你的商铺，它每年都会给你来一封信，然后说让你做这个 backflow test， 就是要做这个检查。然后呢，他会指定很多只有这些列表里的公司才有资格去给你做，然后开具的这个证明才有效。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主要是指的商业用房的。如果大家或者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叫我们，因为我们是 No.1， 所以就排在第1个。然后这是这个这样的话，这整个下来呢，就是在我们家里面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的一些基本上。列到了啊，所有的东西。最多的呢，就是一个是 furnace 还有就是 hot water tank， 还有就是空调这些，还有这些东西呢，大家就自己回去，就是你自己能自己勤做的，就尽量的自己做。然后呢，比如说但是您自己要记住，比如说我家这个设备大概多久了没有做保养了，或多久没有做更新了，我就要自己勤去看。然后您今天讲座完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回家。到您家的那个就是地下室放设备的那个空间里面它那个设备上，因为我们凡是正规的公司做完了以后，都会给你贴个标签，说我哪一天做了什么服务，你可以去看你这些标签，就可以看到你这个设备被服务过，有没有被保养过，或者是有没有被维护过，都能看到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做管道清洗，我们碰到的最长的85年吧，好像是，然后我估计他那个炉子都是换的新的了，但他上面贴的那个还有85年做的，但他那个管道没有洗过，他光换炉子，他不会给你清洗管道吗？然后还有95年的，还有98年的，还有01年的，然后里面就是大块的那个黑，就是大块的黑团就往下掉，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我们是推荐2年做一次。然后也不用太频繁你像 furnace 空调你就1年做一次维护保养就可以了。然后你的热水器的那个镁棒要2年换一次。然后这个镁棒是特别常见的问题，就最常见的一个是镁棒，一个是过滤网，就是这是经常会导致出问题的情况。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希望大家这个讲座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先到我们网站上去看，我们有专门做的网站。然后这个上面有一个资料库，里面呢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更为详细的说明和解释，然后也有我们的服务项目，大家没事了呢可以经常上去看一下。然后再有上面没有的问题，或者说没有答案的，然后大家有需要了解的，都可以加入到我们那个微信群。我们现在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微信群，里面还是蛮热闹的，你可以有任何相关的专业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问。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在线给你回答，或者是电话。然后指导着你去做，然后就电话就指导完了，就不用过去了，因为我们过去多多少少我们都要收一些费用的。然后那实在是解决不了的，然后我们就会派人过去给大家做这个更好的服务。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就继续问。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点赞、评论、订阅、分享和按小铃铛，有小惊喜哟。